大家好，我是傅海燕，我是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部长。你的这个生产力会高多少？一般人可能看到部长都是比较正式和官方的一面，那今天我就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把你带入部长的生活里。好丰盛啊！你喜欢吃白的菜炒粿？我喜欢吃白的。对，你喜欢黑的吗？我喜欢黑的。那我们刚好一起对。Hello， 部长，早安，早安，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非常感谢你上我懂你节目，欢迎你到寒舍，这次有机会可以跟你合作，非常的兴奋，欢迎你进来。好的，请进，请进，欢迎。好，谢谢你。这是我父母的屋子，哦3代同堂吧，现在。目前我家婆跟我一起住，马来西亚的家婆，因为疫情的关系，她来了之后就回不去，因为边界那个限制的对，关系，而且那里的她也没有人照顾啊，所以我就留她在这里，很难得，还好大家在一起。对，住这里多久了呢？30几年吧，我大学大概要毕业的时候就搬过来，那我结婚就也搬出去一段日子。这很碰巧的是在裕华里面租了一个房子，就裕华区，对，也刚好有这结了缘。是，然后后来我有孩子之后，那我就搬回过来，然后就一直就没有再离开了。是，然后这里是客厅，这里是我平时都在这里吃早餐跟看报纸的习惯。所以这个环境也很优雅，仔细一看，每面墙上至少有一幅画。对，这些都是我收藏的画。那我比较喜欢一些工笔画。那除了家里，我办公室也有一些画。主要是特别是在文化部工作了之后，对一些画家有认识的，都会收藏他们的1、2幅的作品，留作纪念。欢迎你到我的办公室，这里可以看到滨海地区。哦，那是就是滨海湾地区。这个是我的办公的地方，然后也有很多的相片。是，这些都是这几年收集的。看到房间里也有很多幅画作，对，我喜欢收画所以但是我的画可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格，我看到我喜欢的画，而且它对我有意义的话，我就会收藏。那里有一幅人像，那位是我父亲。我姐姐在15年前开始学习画画，所以你们全家人都对画画和艺术有一定的兴趣。是，我们都挺喜欢音乐、舞蹈，还有这个画作。这可能从小都是有这样的这个影响吧。还有一些照片，给你看看吧。好啊。这是祖母跟她3个孩子的照片。这是刘运先校长，对，是良女中担任40年的校长。对，这是我爸爸。我小时候 baby 的时候，妈妈帮我洗澡。是姐姐吗？姐姐那个时候就在老家。这个也是我的照片。这个是祖母在当校长，幼稚园当校长的时候演讲。那我因为父母都工作，很多时候我就是在那里度过我的儿时的时光。那这里是演讲吗？演讲那时候几岁呢？这个大概是5岁吧。那个不是毕业班，我是代表学生致辞。
父母对你的影响，除了就是这方面成长过程和性格的培养之外，你从政里是不是也受到父亲的影响呢？你父亲就是建国总理李国阳先生的新闻秘书。各位，我国2种语文教育政策实施到今天，结果呢，有98%的家长把他们的子女送到英校。其实没有直接的影响，因为我可以说在成长过程里面没有想过要参政这样的一个道路，但是影响的范围就是说，因为他的工作让我可以比较直接的看到这些领导者、政治领导家他们的这个工作，他们的一些风范，很近距离的观察，所以对整个政府的运作，还有一些政策背后的一些执行，可能会说比较了解一点。是，但是他也没有说说服我，他就是全部让我自己决定，包括了我在大学里面选择读哪一科，我的职业等等，他其实让我自己做很多这些自己的决定。其实你在从政之后，或者刚开始从政的时候，已经有3个孩子了。对，要平衡家庭，就是事业和家庭工作，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的确是有挣扎过，孩子在教育上也有一定的需要。那包括了在职业上我也是在港务集团那里也是当了总裁，已经是比较难平衡这样的2个角色。那我想第3个角色可能是无法想象，所以我也延迟了好几年。那最后的决定就是说，还是说认为说必须尽一份力量吧。不过也因为我是在有这个爸爸妈妈的这个环境里面，觉得是说背后有一些力量可以支持我，所以我还有这样的信心。这个是在我的家公家婆家马来西亚的时候，带他们回去拜年，然后一些是旅行的照片，那小小就去做这个什么 rafting。那除了做人处事之外，在职业的选项方面，你有对他们有哪些要求吗？我没有什么要求，其实都是让他们自己做决定。但是我在他们可能17、18岁，就是通常有那个一段时间当兵之前，或者是学校假期的时候，我都会要求他们去做一些兼职的工作，或是临时工。那我就希望他们能够做一些，比如说跟大众接触的，做服务业的。所以我的几个都是有当过这个适应生啊，或者是做零售员啊。因为这个层面，我觉得是说接触到最广的，而且可以让他们比较体会到做这些服务行业所面临的种种事情，人生百态。我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经历，我14、15、16岁就开始在学校假期的时候，到一个朋友家的餐馆，当打临时工。所以在那里我学习了很多，学习了怎么样做一些基本的服务业工作啦，比如说点菜啦、捧菜啦等等。更重要的是怎么样跟不同年龄层、不同背景的这些同事们打交道，我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在大学的时候也是有参加运动吧，这是垒球。看来你很喜欢户外活动哦。没错，我想有机会我应该和你一起去从事一下户外活动。很好啊，我现在常常跑步那下次跟你一起跑，欢迎欢迎。那现在我们先到我的户外那里去走走吧。好啊好啊，走，一起来。我们到后面走走好不好？这里的花花草草都是我父母负责的，平时我时间不够，
在重置之前呢，我也很喜欢自己做这些园艺呀，所以现在都是他们在负责。环境很清幽。这个我父亲的这个任务呢，就是喂鱼，每天都要来算一下他的鱼，看看他的鱼多大。伯父好，你好，你好，你好。怎么样？鱼还好吗？鱼还好吗？它这里的几乎都有名字。有的很小，这养到这样大了。还有2位小朋友，哎，这个是我父母的曾孙，我姐姐的孙子。我父母这5年里面添了6个曾孙。这里很多胡姬花。对我妈妈的胡姬花，她的宝贝。伯母，妈妈，讲完啦。啊，今天开几朵花？算算看，今天你可以算得出来。是吗？他们几个，我姐姐。所以你父母就是带孙子也非常开心。对对对，每天都是他们小时候就每天都会来，家里就有了那一份欢笑啦。傅海燕是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这个部门所负责的一项工作跟我们的3餐息息相关，那就是吃巴沙和小贩中心。前面就是裕华村小贩与熟食中心，刚好也是部长的选区，我现在就要去找他。你们都是在裕华那边打吗？还是Hello， 部长。哎，嗨，淑华，对不起哦，哎，谢谢。你好，欢迎欢迎。谢。这个小贩中心是你常来的吗？对对对对，这我区里面的其中一个呀，我们区里面有2个，这边是其中一个。那这个小贩中心有什么比较出名的食物吗？有很多对我们来说是老字号，因为这边是1980年初就开始有了，所以这里的摊贩其实应该是30、40年了，是啊，所以大家都很熟悉。那这里有什么比较好喝咖啡？啊，可以介绍的吗？对对对，可以啊，来，你喜欢喝咖啡吗我？喜欢。走。来，这摊位也在这里多久了？15年了。15年。之前呢？之前没有，就在家里好帅。谢谢。哦，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哦。来，有辣椒吗？要辣吗？要。今天你没有帮手啊？有。哦，他们还没有走开。外面。见啊！再见 ，Go，谢谢。哇哦，好丰盛啊！你喜欢吃白的菜炒我粿喜欢吃白的。对，你喜欢黑的吗？我喜欢黑的。那我们刚好一起对。那我们的小贩文化在去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面哦，所以你当时呢就是你还在上一个部门的时候所推动的一个项目。那现在申遗成功了，你觉得小贩文化还可以怎么样进一步的去推动呢？小贩文化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不仅是在那里解决我们3餐问题，其实它更是一个情感联络所。小贩文化呢就应该是这样子延续下去，它要接受新的元素，因为我们国人正在改变，我们接受的这些饮食文化正在受到冲击当中，然后也希望是说我们可以给予它应该更额外的尊重吧。我希望就是说在这个申遗过程成功了之后，让大家可以更焦点的来对待小贩中心、小贩食物
跟我们小贩的故事这个角色包括了对，包括了我们清洁工友的这个角色。对，对这个味道有没有让你想起你记忆中的小贩中心美食？我小小的时候，我们家外面就有一个真的是所谓的传统小贩，就在街边的。所以那时候这个菜头粿还是用那个叶子包的，然后如果我们买鸡蛋了，我们拿一个鸡蛋去的话，可以减一些钱，还可以扣钱，所以这个是我儿时的这个味道，熟悉的味道，而且还是很多元化。那时候我们已经有米香，有隆冬，是。这个同个时候可以吃到不同文化的食物，真的就是小贩中心的一个奥妙。对，所以我们从小就说这种多元种族的食物很熟悉，因为我们从小5、6岁，我还记得我会唯一说的这个马来语就是打包chili，不要辣椒，因为去买米香隆冬的时候，你就要跟这个摊主讲这话。所以是很自然的情况下就了解到，其实我们是有不同的种族在一起。那这个小贩中心旁边就是一个18商，对，一个菜市，所以居民每次吃饱之后就会去买菜。对，通常2个活动都一起做。对，我也常会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好啊。80年代的模式，其实是小贩中心跟菜市是在一起的，综合的。Hello， 早。这里有什么摊贩，或者是哪一摊是你经常光顾的吗？都有不同的种类，这个杂粮的也有一些。对，那很多时候就说当天缺什么，就问他们有什么这样子啊。嗨，你好，你好。看着你买菜。你好，你好。对呀，买菜啊。哎，谢谢你。买菜。谢谢。打算买什么今天？今天我看我买这个吧。哪个好哈？你的葡萄？这个好哈。给我一个这个。所以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水果呢？我们是香蕉，一定要吃。真的，我们家里都是香蕉王。所以在饮食方面，你也比较注重就是营养均衡。因为我跟我父母住，所以他们吃的会比较健康，比较清淡。所以都是比如说那种看颜色啦，或者是看减盐啦、少油啦，这些我们都会要求遵守。对，谢谢。老板你好，你好，给我20粒好不好？好啊，大粒的。是需要每天都吃鸡蛋吗？还是我父母每天都有吃。对。我这个是全部本地的。本地的。就是希望希望消费者买一些本地的食材，支持我们的本地农场农业。那在这个绿色发展蓝图当中，有一个3030个目标，基本上就是本地生产的农产品能够满足国人30%的那个营养需求。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有时候你到超级市场看本地农产品，它价格是偏高的。各个农场都有他们的这个营业方针，有些是往这个高档的这个蔬菜来进行，有些是大众化的路线。最终的这个成功的指标是看它能不能够被国人接受。他们在市场卖得出这个30%。是，当然我们的质量应该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最新鲜，也不需要长途的这个运输，而且如果我们可以控制这些杀虫剂呀、这些肥料的这个应用的话，这样其实我们的应该是最安全、最卫生、最新鲜的产品。所以讲到鸡蛋哦，我记得就是你曾经在媒体上接受访问，就是菜脯鸡蛋，你喜欢吃菜脯鸡蛋？那我每个星期都到我们巴萨去买菜，然后你知道买菜鱼跟肉很快就回来了，你知道什么东西卖光吗？菜脯。
哦，没有，那时候这个阻断期间的时候，忽然间是说大家都在家里煮嘛，对那渐渐的就想说享受一下回到我们的家乡味，加上古早的时候煮一些什么小菜，是那时候就想着要来煮一些比较少吃但是很回味的那种味道。早，你们好，早安，有菜脯吗？我要咸的。是这个所以咸字，每一个是用来煮菜脯那个煎蛋，鸡蛋的是。你要喜欢甜就吃买甜的啦。看你的个人的，看你的个人喜爱。对对对。家人呢？通常买咸的。通常买咸的这个，谢谢。给我这个绿豆吧。绿豆来。两包。对。好，就这样，谢谢。对，可能不需要。多少钱？不用说到，我们就自己拿就可以了。所以自备购物袋对你来说，它有一个怎么样的意义呢？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减少消耗这些资源，因为我们现在人类的这个需求一直在不断的增长，那人口也在增长，所以如果我们不节约的话，那变成的地球不能够符合。Hello， 你好。哎，你现在一直来帮忙了哈？我妈妈在家，不让他出来啊？要 take care 他会吃下来。OK。做复健嘛，在家里。做复健啊，他需要是。呀，你没有回去做不了？我下午我早上还帮他聊。take care 啊，谢谢啊，拜。Hello， 嗨，哦。拜拜。你好。大家都好。你现在要坐轮椅啦？脚没有力。脚没有力，出点力。保重哦。Hello， 你好，淑华早安。早。哇，今天很特别啊，来到这个地方，这边不常来吧？不常来，工业区的露天停车场的重型停车场的顶楼。这是我们利用这些空间的一个政策。就是在新加坡土地非常稀有的时候，怎么样来利用这些空间来做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工业？好，新兴工业，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去看吧。今天我们看到这里都是主要是香草类吧，然后这个薄荷对，然后这里都是用水耕法，那水耕的就是说它的养分可以控制到非常的精准，所以收成可以控制，对，它的种植期也基本上是可以非常准确的来确定。那比如说有一个餐馆5月要跟他要些什么，他基本上可以很准确的知道在什么时候就要耕种。对，就是类似温室，可是它就是在一个可控的环境。对，这里就是说利用阳光，所以它的电费也省了很多。但是它是有控制这个昆虫，所以在这里也有一些消毒的这些工作。这里还是香草啦，这里主要是 rosemary， 这是 rosemary， 对，很多阳台啊这些应该都会用到。对。这个是 basil。其实我也看到，去年你上任之后，在你的社交媒体上看到你参观了很多类似的高科技的是。那你的部门呢，其实有一个庞大的计划，那就是2030年的绿色发展蓝图哈。对一般人来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来做出贡献呢？新加坡人可能对我们说环境保护，也有相当的认识。现在除了保护环境，我们更加要从资源那里去入手。如果我们照现在的这种消费、这种的消耗方式来延续下去的话，那人口又不断的增加的话，其实我们整个地球的资源是不够的。我们可以减少浪费，这个是第一步。经过这些运输啊，它的碳的这个程度其实是挺多的。第二就是我们在采用一些产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些比较有能源效率，比如说冷气也好，冰橱也好，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个人在每一天都可以做到的，包括做一些环保再循环的工作。你自己本身呢，怎么对永续发展做出贡献呢？当然我自己也是有做一些，在家里有些做一些再循环的这些工作。那我现在我的冷气，家里的冷气，我的车子里面的冷气等等，都是在24度以上。然后我也是每次我都去做监督的工作，因为都到一个政府部门的话，我就想说这里太冷了，把冷气调高一点。嗨 Alan， 你好，你好，早安，早安。是吧？早安。谢谢你让我们来参观你的农场。这里种的是什么 Alan？ 这里我们主张是种植这个蔬菜，这个是菜心。对，这个菜心啊，对，跟我们平时吃的都不同。对，这个啊菜心是我们特别从日本进口的。可以拿出来看看。可以啊，可以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蔬菜的那个叶子会比较圆。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种类？我们觉得最主张的是需要大家吃得更有营养。不单单只是要吃蔬菜，我们就把这个蔬菜的养分呢，尽量的把它再提高。所以这个养分是通过你们的这个水耕然后提供。你这样的种植法跟一些传统的土地的农场，你的这个生产力会高多少？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种植方面呢，我们跟传统的农场呢，我们的生产力可能高过差不多10倍吧。就现在我们已经一天可以生产差不多1000包的这个蔬菜。你是怎么样把成本给压下来呢？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尽量的种植更有营养的，就是把它的规模扩大。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能源方面要管制得很好。你在这个农场里面有哪一些这个做法是可以节约能源的？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水耕法，其实没有用很多水，就是有一个很薄的一层水，对，很细很薄的一层水。然后经过这个就用的水就不是很多，就这样吧。对，就那一点点。对，而且这个水是在循环的，我看下面有个水缸。对，而且这个水都是系统化了，就是有一个电脑在操作，它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就会输出多一点。这还是 basil 对不对？对，这些都是 basil。对，这个其实我们没有刚刚开始是没有种 basil 的。只是好像在去年疫情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国家他说，我这个没有办法进口，然后我们就在差不多1个月里面就开始大量的种产这个。其实，在冠病疫情，特别是过去1年那个运输中断、食物供应链有稍微中断的那个时期，本地农产品真的多了很多。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往这个30-30的这个原因。我们宗旨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自己本身这种能力来做生产的工作。这跟我们的水的故事是相似的。我不需要100%的本地生产，但是我一定要有一些能力，就是说，如果必要的话，我这里可以有这种科技，有这种人才来做这个大规模的生产工作。所以这个在能力培养方面，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主要，生产量其实是次要。I felt the commitment,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at when I have something to contribute and when the country needs me, I must step forward. Well, here I am, standing before you. 2006年参加大选进入政坛之后，傅海燕成为我国第2位女部长，她也是第1位掌管一个部门的女性。其实，在从政之前，她一直都在私人企业工作。她在大学的时候是念会计的，毕业之后加入一家银行做审计工作。她告诉我一个小故事：当她在一家石油公司工作的时候，公司刚推行会员制。当时电脑系统还没有到位，他必须逐一把会员的个人资料输入电脑里，而且还为他们打印会员卡。在从政之前，他是新加坡港务集团的 CEO。
这是一家同新加坡经济息息相关的企业，他是一步一步坐上这个职位的。部长多久没有来这里了呢？好多年了，我看有整10几年没来了。所以现在来到这里，看到这些港口和货柜，有什么感受呢？感触非常深哦，因为其实我们新加坡的这个发展跟我们的港务真的是关系非常密切。新加坡港其实就是显示了新加坡怎么样从无里面衍生的一个繁荣的一个经济体。这个里面有很多人的努力，各个层面的这个努力。你在港务集团工作的那段时期哦，也是新加坡港口面对很大危机的那一次。当时港务集团的大客户 MERS 马士基船运把运作搬迁到马来西亚去哦。那这个决定除了对港务集团来说是很大的冲击之外呢，其实对新加坡来说也是很大的震撼。其实那时候我是在管这个财务工作，当然也有参与这个交涉的商谈的这个过程，所以当然是非常的失望，也当然会很担心接下来整个生意的情况，包括了新加坡的枢纽中心的地位，而且是不是也会接二连三的有其他的公司也跟着他到马来西亚那里去。所以那个时候是除了对顾客的之外，对内部员工方面应该也是一个震撼。对，不仅是多方面，不仅是客户，客户里面也有很多都是我们说是靠码头吃饭的朋友们。我们内部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那就是说怎么样来争取客户的信心，就要从我们的营业成本开始着手。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裁员的一个决定，所以大概那时候我相信大概是15%到20%的这个员工受影响。从管理层到工友，各阶层、各部门都可能受到影响。这是港务集团23年来第一次进行裁员行动。We cannot continue the past policy of no retrenchment anymore. 但是对你的震撼是怎么样的呢？周围一定也有人认识的人被裁。那个实行的整个过程也需要多个部门来做安排，有些就是直接坐在你前面或者坐在你旁边，工作了多年的，一起吃饭，常一起吃饭，有很多共同回忆的这些同事们，就是瞬间就在公司里面离开了。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整个安排之后，基本上都躲在这个洗手间里面，就是在那边哭，关了房间就哭。所以这个还是现在讲起来还是感触很深是还记得那个时候情况。真的，你一进到洗手间，你就听到都是在哭的声音。都是老伙伴，对，是不是受影响的人在哭，而是执行的人在哭。那么港口的建设呢，需要长期的规划才会建成嘛？那么这里有哪些港口是你在任内开发的呢？第一期的时候，我在的时候就开发了。基本上我们的开发的过程可能是30年这样的志愿，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已经是大概是20年前就做好了第一期。那时候也是可以说我的一个事业上的一个转变。那时候就新加坡港务集团这里的业务的这个执行官有一个空缺，上司就问我
你有没有可以来担任这个职位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抉择。因为其实我做财务做了很多年，我也做得很顺手。那如果现在是转移一个跑道的话，担任一个不同的任务的话，那个还要重新学习，而且风险也挺大的。因为大家都看得到这个位置是很多关注力在上面，要怎么样这个安抚这个工友的这个心情，也要安抚顾客，安抚这个股东们，给他们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也考虑了一阵子。那当时候考虑的就是说，新加坡是以海港来建立它的这个国家，建立它的经济嘛。那如果新加坡的港口不是由一个新加坡人来主管的话，怎么样也讲不过去啊。所以我觉得是说，无论如何也要试一试嘛。所以当时接下这个任务之后，你的首要执行的工作是什么？或者是你第一个展开的工作或计划是什么？可以说，其实就是要安抚民心吧。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活动项目，就是我们重新要从这个慈善义工那里下手。裁员是一个很痛心，有些人说是无心的一个作为。那我们重新对员工说，其实我们这个企业是有心的，是有良心的，是有良心的，是有爱心的，而且希望通过慈善把我们的员工的这个力量也投入下去。那在一次义跑的时候，就是我开始发觉到这个跑步的好处。傅海燕部长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跑步的照片，摄制队因此建议拍他跑步运动。当然，我也会和他一起跑，同时了解为什么部长政务繁忙，还要照顾选区，却有时间经常运动。Hello， 部长。嗨，淑华，早安，你好。你好，欢迎到玉老湖。谢谢。你经常来这里运动吗？每个星期都会至少来一次吧。都是来跑步。对，都是来跑步。那我们会来这里是因为靠近你的选区裕华吗？对，它是靠近我的选区，而且我非常喜欢这里的这个环境，特别是清晨的时候，空气其实是非常的这个舒爽。那除了跑步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运动呢？有，我现在常做瑜伽。瑜伽，一个星期起码会做2次瑜伽。为什么这么喜欢运动呢？我觉得是一个减压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对我的健康也很好。可能说大概是5、6年前健康出了一点小状况，所以就比较开始注意自己的饮食和自己的这生活方式。所以跑步呢跟瑜伽这样的配合对我来说其实最合适。它给了我这个心肌运动，也给了我这个舒展的运动。那今天呢，其实你看我这身专棒就是很好啊，很好啊，跟你一起跑步。好啊，来，可能欢迎，让你来介绍一下这里的跑步路线。非常好的，你一定会很喜欢的。那你刚才在做暖身运动，是，所以我可以先跟你学习，就是跟你一起先暖身，然后再跑。OK， 好，我可以走了。来，那你带路吧。对。所以接下来离那个跑步地方有多远？我们在这里都可以跑，但是我们这里有几个特别漂亮的地方，我带你去看看好不好？好啊。这个其实是铁树，看起来树，其实不是树，你看过吧？我看过，所以它是一个艺术品嘛。对，它是用铁枝做成的，都看起来很像树。所以这里前面就是一个湖畔，每次我来这边跑步的时候，就会看看这个湖畔的卫生状况啦。所以有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在这边，也有多重理由。经过这里的时候就看一看
用自己的嗅觉来看这里的这个空气指数真的如何？对啊。所以在这里我已经服务了15年了，是，所以也看到玉朗的这个工业区的这个演变，是，所以从一个非常蓝领的这个工业区，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环境其实有很大的改变。玉朗人的这个起居，其实在这几年看到了有显著的这个改善。是，交通也更方便，然后我们也有更多的这些购物设施等等。是。所以用这个来拍一下我们跑步的过程。好啊，好啊。那一般上你跑步有没有设定一个目标，要跑多远？我这里的路线一般是5个公里吧。5公里。如果最长的话，可能是5.5。如果那天很累的话，就早点转过来，就5个公里。所以5公里一般会花多久时间？大概是35分钟吧。35分钟。早安 ，Morning。那除了单独跑，还会跟一些跑步团体一起，就是会啊，我有一个跑步团体是我们玉朗俱乐部的，那个是每个星期六，所以我每个星期六可以的话，我都会来加入他们。好，部长，我知道你就是经常跑步，我可能跟不上你。如果你要跑快一点，没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一会儿来欣赏这里的风景。好的。所以你是在港务集团当 CEO 的时候，因为艺跑活动而开始跑步的吗？其实之前我也没有什么做太多的运动，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很小，没有什么私人的时间。就是因为有5公里这样的艺跑，那我决定就是说 ，OK， 重新来锻炼。后来不久我就参政了。参政的时候也是开始，我们也有一个跑步小组。那时候因为我50岁的时候要怎么样一个目标，就来办一个马拉松吧，所以就有目标的去进行。所以那个锻炼过程是有2-3个月哦。最后有到全程马拉松？还没有，这可能60岁，可能下一个目标，现在还没有定。近的，近的。到了，到了。整个结束之后感觉如何？很好啊，很轻松啊。我觉得是说，虽然跑步是种运动，但是它给我带来精力。我通常跑完了之后，我精神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就可以有精力做一整天要做的事情。对对，它带给我这个动力来做接下来要做的东西。好的，你感觉怎么样？我就是精神气爽。好的，对，每次运动之后都会觉得特别的舒畅。欢迎你再过回来玉朗湖。好的。这次访问傅海燕部长有很多收获，包括难得到他的家里和他的父母见面，让我对他的成长经历，还有他对孩子教育的想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原本以为他是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里成长的，没想到他在学校假期的时候会到餐馆去打工。他说，在餐馆的工作经验让他见识到了人生百态，是很好的人生磨练。所以当他的孩子要在学校假期去打工的时候，他也鼓励他到服务业或者是餐馆去打工。我也发现部长的成长、求学和工作经历也和很多人一样，例如就算不是自己的工作，被叫到的时候还是得做，并且完成它。为了健康，他努力运动，减轻体重的毅力也让我佩服。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有目标就应该勇往直前，而且对生活、工作心怀感激的精神。这个你应该会对位啊，对位。OK， 14磅，这个是20。OK。这个器材都很棒，我觉得这个很棒，因为这个是露天，是什么人都可以来，对，也不需要一个健身房。我这里也有运动的这个方式，我就是有时候做这个球，因为这有时候做太久的话背痛，就这样，哇啊。